10月2号，美国海军的康涅狄格号海狼级核潜艇在南海被撞击。在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公布这条消息之后，随即引发全球军事观察人士的震惊。但是震惊之余，美国海军的这次失败之旅也成为了全球吐槽的对象。事件消息公开2天之后，震惊之余，军事观察人士从各国角度分析了事故的原因，其中有关于技术方面的。这艘被称为造价最为昂贵，被美军称之为最先进的核潜艇，实际上技术已经过时，连前面的障碍物都无法发现，未来如何在世界各地耀武扬威？当然也有阴谋论，比如说这艘美军核潜艇是撞击了中国潜艇或是无人潜航器，但是这点已经被美国海军人员明确否认，他们认为撞击的物体不是潜艇，而可能是沉船或是集装箱。另外，有阴谋论认为是美国海军人员内讧，在舱内大打出手，有人拔枪了，现场混乱不堪，随后驾驶潜艇的人员失去了注意力，导致潜艇失控撞击了物品。这种说法也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目前，康涅狄格号海狼级核潜艇还是在返回关岛的路上，关于潜艇内部的状况，外界还是无法确认。还有一种阴谋论认为，美军核潜艇实际上没有被撞击，美军太平洋舰队发布的这个消息实际上是制造洗衣粉，以便美军在南海制造事端。不过，这种阴谋论更不靠谱。现在怎么看美军也没有蠢到这种程度。2号被撞，7号公布，且这艘受伤的黑鱼在返回关岛的路上，没有美军的南海风平浪静，美国人没有制造出什么事端啊。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艘潜艇在中国南海被撞击，虽然事故发生在南海的国际水域，但是美国人开的可是拥有核反应堆的核动力潜艇。虽然美国人宣称核反应堆没有被破坏，但美国人说的话几时能够让人相信？所以，美国人必须拿出更多的证据，证明这艘潜艇的核反应堆的确没有损坏，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海域内国家放心。否则，美国人的潜艇撞坏了是小，但是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南海放毒的行为，必须全球谴责。对于域外国家来说，南海虽然有点远，但是全球实力第一的美军可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货色。俄罗斯人第一反应是，这么好的事情怎么没有发生在黑海啊？这次撞击太精彩了，仅有的3艘海狼级潜艇，1艘未战先损。西欧的人士可能只是静静地看着美国人的如何作死。当然，西欧的几个国家还经常被美军拉到南海这边来作死，比如说这段时间，英国的军事正在作死的路上。但是看南美巴西人的态度挺有意思的，他们纯粹将这次美军核潜艇事故当成了笑话在看。巴西海军网站该消息下几乎没有什么专业的技术讨论，其中最热门的评论是这里有一块石头，这里有一块石头。看得出这位巴西网友是把自己放在了上帝视角，提醒美军康涅狄格号海狼级核潜艇。可惜的是，美国人并没有听到，还是硬挺挺地撞了上去。最有意思的是一位巴西网友的回复，他说道，美国海军的伙伴们，西班牙灯塔不会给你让路的，并附带了一条视频。视频讲述了一个流传20多年美国海军的杰出故事。不过故事有多个版本，这个关于美国航空母舰和西班牙灯塔的故事内容大致是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上世纪的1995年10月，西班牙海岸管理局人员同美国海军军舰的一份真实无线通话版本流出。美国海军的总部在当年的10月10号公开了通话记录如下：美国海军喊话，请前面的军舰改变航向，朝北15度，以避免碰撞。西班牙管理局淡定的回复，建议你改变航向，朝南15度，以避免碰撞。美国海军狂妄的大喊，我是美国海军航母舰长，我再说一遍，我命令你改变你的航向。西班牙管理局依旧淡定的回复，不，我再说一次，改变你的航向。美国海军咆哮道，这里是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我们是美军大西洋舰队的第2大军舰，我与我们的舰队同行，我命令你改变航向，朝北15度，我再说一次，朝北15度，否则我们采取措施，确保本舰队安全。西班牙管理局依旧淡定，这里是灯塔，你看着办。看到这里似乎有些明白了，巴西网友也太有才华了，这次到底是谁没有给美军核潜艇让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崛起，美国就越来越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入到了中国上面。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对美国产生了威胁，影响到了美国在全球的霸权滥用，于是就开始从各个领域针对中国，想要遏制我们的发展，阻挡我国前进的脚步。因此，美国对我国的军事威胁炒作也是不少的。
毕竟在美国人眼里，这个世界只有美国自己才能发展。前一阵子，美国新任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疯狂鼓吹，扬言要发明新的武器和超前的技术，改变新的战略方式，让中国对美国感到恐惧。这样的言论引起了我国很多群众的愤怒。而近日，这位空军部长又来搞笑了。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肯德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如今的发展太过迅速，所以中国的武器对美国也产生了不小的威胁。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他称，中国很有可能将一些核武器先运到了太空，再从太空对美国进行打击。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对美国地面上的任何一个目标进行打击。随后，肯德尔还称，拜登政府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政策来应对中国带来的种种挑战，包括可能会从太空对美国地面发起攻击的可能性。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这样的恐惧心理可能与我们近期来多次发射卫星有关联。看到我们的卫星接连升空后，他们就感到不安了。但是，美国这位空军部长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居然能想到我们会把核武器运到太空，再对美国进行攻击。这听起来确实有点荒谬，不过刚好也给我们提了个醒。或许我们在今后的发展中可以借鉴一下肯德尔部长的这种作战思路了。然而，肯德尔这样的说法一出现后，瞬间被自己人打了脸。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航空航天安全项目主任托德·哈里森表示，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中国开发太空武器的公开报道。肯德尔部长可能是说错了，或者说他把中国目前正在做的其他一些事儿记混了，因此才有了这样的言论。此外，安全世界基金会的专家维多利亚·萨姆森也表示，在全球反太空审查中，并没有发现中国有发展太空对地武器的任何迹象，因此说肯德尔的这种说法并不成立。所以说，美国这些闲得没事儿干的高官，如果真有那个闲工夫，应该帮拜登政府多出主意，想想怎么解决经济危机的状况和国内分裂的局面，而不是来无端的炒作其他国家所谓的太空威胁、军事威胁，因为这样对美国并没有太大好处。过去一段时间，美国债务危机阴影笼罩着美国，美国各方更是频繁警告债务危机的灾难性损害。美国财长耶伦此前预估，美国政府可能在10月18号发生债务违约。然而，两党却还在扯皮，美国防部长也哭穷。美国债务导致美军无法按时发饷，而拜登在演讲中多次强调债务危机所带来的危害，并形容一颗流星将砸向美国经济。而随着债务违约时限越来越近，美国各方戏也要演完了。10月8号，美国参议院宣布已经投票通过了该国短期提高债务上限法案，将债务上限延长到12月初。两党达成债务协议，将上限提高了4800亿美元。当前，美国债务上限是28.4万亿美元，提高后将变成28.8万亿美元，意味着美国又将开动核动力印钞机，继续割世界韭菜。其实，美国来这一出早在外界意料之中。债务上限是美国两党制衡对手派的抓手，无论谁是执党派，这都需要60%的同意才能通过，是给对手党派使绊子的绝佳利器，谁都不会轻易放弃。虽然美国两党每次都扯皮推诿，但是到最后关头还是会通过法案提高债务上限。美国这种套路已经在世界面前重演了很多遍，就像一部好莱坞闹剧，美国在向外界释放一种假象。虽然在印钞掠夺世界财富，但以多次投票拉锯的方式显示美国很节制，慢慢提高大家的承受力，慢慢吸干全世界的血。等到债务爆炸时，大家一起爆炸。不过，两党虽然暂时达成共识，债务上限继续提高，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美国长期的债务上限问题仍然存在，通过印钞制造通胀和输出通胀，这是美国向全世界割韭菜的惯用手段。而天量美债现在就像悬在全球金融市场头顶的叶塞湖，现在就和当年2008年金融危机如出一辙，但是又有很多不同。当时美国债务10万多亿，现在美国债务高达28万多亿美元。而且这次由于疫情原因，美国经济复苏放缓，更重要的是，这次中国似乎不会接盘。至于这颗雷何时会爆，谁也说不准。而为了逼我们接盘，美国倒是做出了不少努力。一边谈一边疯狂打压，在中美高层刚在苏黎世会晤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就放狠话，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很明确，美国已做好与中国激烈竞争的准备，一个极限逼迫，一个坚决不低头，意味着今后的博弈只会愈发激烈，危机重重。最近，美国核潜艇在南海撞击不明物体的新闻满天飞，而美国海军官方并未对此做出任何解释，只是声明有10几人受伤，潜艇受损不是很严重，已经自己返回关岛基地。除此之外，再无任何关于潜艇事故的消息公布，这不禁让人产生怀疑，究竟是美军核潜艇在南海遭遇了什么？对此，俄罗斯前海军司令就对此给出了答案。据《环球时报》报道，俄罗斯前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弗拉基米尔·瓦卢耶夫表示，他对此次美军康涅狄格号攻击核潜艇在南海的遭遇非常清楚。虽然出事的是美国核潜艇，但作为一名退役的俄罗斯海军上将兼舰队司令，他曾经的工作性质以及工作经验，不得不让人对他的分析产生信服。据他分析，康涅狄格号作为美军造价最为昂贵的核潜艇之一，其性能肯定是毋庸置疑的。说它在南海与其他潜航器或者礁石等物体相撞的可能性极低。他认为，这次美军核潜艇遇到的很可能是南海海底某个新建设施，可能是石油钻井设施之类的物体。要知道，美军在南海的行动异常的频繁，这些潜航路线他们再熟悉不过了，并且他们来南海是做坏事的，必须关闭主动声呐，防止暴露位置。这样一来，这些新建的石油钻井之类的设施对他们而言就是极大的威胁。正巧这次赶上了，正应了那句话，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道理。这边俄罗斯退役上将分析的头头是道，那边法国却在背后偷笑。笑什么呢？当然是在笑美国。大家都知道，法国和美澳之间关于核潜艇的那些破事儿闹得很不愉快。现在美国核潜艇在南海出事儿了，法国虽然嘴上不说，心里能不高兴吗？反正出事儿的又不是法国，偷着乐还不行吗？有消息人士透露，在法国看来，美军核潜艇其实早就暴露了。之前中国就公布过美军俄亥俄导弹核潜艇和弗吉尼亚攻击核潜艇的踪迹，这说明中国很可能已经对美军核潜艇在南海的活动范围以及航线都了如指掌。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澳大利亚获得美国核潜艇之后，又能起多大的作用呢？无非就是中国在南海多一个监控对象罢了，到时候对澳大利亚而言反而是个麻烦。看到背刺自己的澳大利亚和美国吃瘪，法国在背后偷笑也实属正常。随着我国对南海的开发越来越完善，以及军事实力的逐步增长，美军核潜艇在南海将面临更多的威胁。毕竟亏心事儿做多了，遭到报应也是正常的。